男人迫不及待地解开女人的腰带，剥下女人的衣服。一夜还余后，雷切尔悄悄地走出了屋子，而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同伴。就在5个月前，德军占领了荷兰，彼时的雷切尔在一个农户家做帮厨，日子很清闲。他能躺在床上安静地读书，也能躺在河边享受音乐，也因此邂逅了帅气的帆船小哥。Maar niet voor blote meiden hoor. Je bent niet leuk. Hoe kan ik het goed maken? Als ik mag meevaren. 小哥的帅气阳光打动了雷切尔的心。正当他要上船时，突然 Wat doet die gek? Ballastloos. 随着飞机的靠近，一枚炸弹扔到了农户家。Hey, ga je doen? We zitten ondergedoken. 雷切尔狂奔回来，却已无力回天。看着眼前一幕，直接吓傻。小哥看到不远处有德军开车袭来，连拖带拽地将雷切尔带走了。夜晚，雷切尔为了报答小哥，躲在小哥家里为他做饭。There's always one. Verrek. Stem op die plaat. Vroeger. Voor de oorlog. Hier, even een paar voor ons gevangen. Wat lief van hem. 突然外面传来了车声，两人连忙躲起来。Rachel Stein? Juffrouw Stein, ik weet dat u hier zit. De moffen weten dat je daar in de buurt was. Het nummer in je zeil is genoteerd. Wat kom je doen? Jullie waarschuwen. 谁知来人并不是来抓雷切尔，他说他是抵抗组织成员，前来警告他们，让他们快些逃离这里。雷切尔思考了一下，便追出去，请求来人帮他们离开。男人犹豫了一瞬才答应，还让他们带上足够生活的物资。We gaan mee. Morgen klaarstaan, 2 uur. Ik haal jullie op. Niet te veel meenemen, maar zorg dat je het een tijdje kan uitzingen. 雷切尔找到了父亲的律师，想要借一些钱离开。Wat kan ik voor je doen, Rachel? Alleen dan heb ik geld nodig om van te leven. Je moet wel tekenen tegenover je vader. 律师拿出收据，雷切尔没犹豫就要签字，这让律师非常诧异。Iemand blindelings vertrouwen. 可惜现在的雷切尔还不能体会这句话，他跟随那个叫范亨的男人顺利地出了城。甚至惊喜地与自己家人重逢，他的弟弟，他的父母。雷切尔觉得所有事情都在好转，彼时他还不知道这是趟什么样的旅途。他们一同登上了船，范亨就在此与他们分别。深夜，雷切尔还在和家人聊着天，小哥却默默走到驾驶室。之前当过舵手的他，敏锐地发现前进的方向不太对，还没问出原因，突然他们的船竟然被德军发现，枪林弹雨中，船上所有人都倒下了，雷切尔也中了一枪。慌乱之中，他跳入了水中。Ausgezeichnet。弹上后，雷切尔潜在芦苇丛里，看着那群恶魔摆弄尸体，搜刮走人们身上的所有钱和珠宝。他死死地看着那群凶手，把每一个人的脸都记在了心里，随后便逃走了。5个月后，雷切尔找到了真正的抵抗组织，他将头发染成了金色，化名爱丽丝，在组织里工作生活。Je kunt hier blijven. Intern. Ooit rekenen met die schoften af, Alice. 一天，游击队队长交给他一个新任务，让他去做一名间谍。We hebben een uitvalster. Zou jij er willen vervangen? Wat heb ik te verliezen? Je leven. 这一次，
爱丽丝需要假扮医生汉斯的未婚妻，携带无线电装置去往目的地。夜晚，他们接收到了物资，还在清点时，一群纳粹军官闯了进来，对着他们开枪。汉斯扛着枪冲出来，一顿操作猛如虎，将来人全部干趴下了。看着一地尸体，有人于心不忍，汉斯却说 Was zei je vrij, Theo? Wat een kouwe die Hans. Scherpschutter eerste klas. Hans is geweldig. Die sleurt je overal doorheen. 隔日，爱丽丝跟随着汉斯上了火车，他们扮作一对亲密的情侣。有人来检查，要求所有人开箱子。Ja, alle koffers openmaken! 爱丽丝灵机一动， Blijf van me af! Vuile smeerlap! 她拎着箱子迅速离开这个车厢，走到软卧车厢时，挑了一个包厢走进去，那里面坐着德国军官蒙茨。爱丽丝的风情万种让蒙茨离不开眼，帮她放箱子又和她聊天。爱丽丝发现蒙茨喜欢集邮，坐到他身边和他一起欣赏邮票，也因此躲过了检查。列车到站了，爱丽丝和蒙茨分别。蒙茨希望下次还能再见，但他也知道没有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再见了。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意外来得这么快。女人对着镜子撩开衣服，在自己身体上染色，为了让别人相信她是德国人，她要把自己全身的体毛都染成金色，为此达到靠近敌军军官的目的。不久前，组织成员在运输装备时出了意外，运输的枪支直接暴露在警察眼皮底下。Ze hebben de wapens gezien! Weg hier! Lopen! 队员们也都纷纷被抓走。那是组织领导者的儿子，他知道爱丽丝之前在火车上的奇遇，便请求爱丽丝去靠近蒙茨。爱丽丝搜集到一盒邮票去找蒙茨，投其所好让蒙茨放下戒备。秘书为两人送来茶点，爱丽丝看到一盒巧克力，那是纳粹们从他的队员们那里搜刮来的。爱丽丝默默地吃着巧克力，这一幕落在蒙茨眼里，便以为爱丽丝喜欢吃好吃的，主动提出要带她去参加聚会。 Was halten Sie davon, wenn Sie Ihr Grammophon und Ihre Platten holen und einfach mitkommen? 无心插柳柳成荫，爱丽丝跟随着蒙茨打入了内部聚会。 Und jetzt Musik. Franken? 在唱歌时，他猛然发现弹琴的那位军官弗兰肯正是当初杀害他家人的那个刽子手。爱丽丝再也忍不住了，冲进厕所里一顿狂吐。蒙茨担忧地追过来，他也只是推脱说因为喝了酒。 Zal ik jetzt etwas singen? 后来，爱丽丝凭借着自己的歌喉，引得人们都认识了她。聚会结束后，爱丽丝和蒙茨回了家，干柴遇上烈火。可就在要一发不可收拾时，蒙茨顿住了。 Du hast ja schwarzes Haar. 爱丽丝褪去裤子，蒙茨看着中士打消了疑虑，但或许他知道，只是不舍的爱丽丝。蒙茨的床头摆放着妻儿的照片，他们都死在了战争中。 Du bist verheiratet, habe ich gesehen. War verheiratet. Nein, jetzt nicht mehr. Nichts zu haben mehr, das ist nicht viel. Ich weiß. Für dich muss es ein schönes Geräusch sein. 爱丽丝看着悲伤的蒙茨，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地吻了上去。这一晚后，爱丽丝得到了一个文员的工作，而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忙打印自己队友的供词。原来他们被弗兰肯屈打成招，即将被处以死刑。爱丽丝很绝望，这时律师趁着和蒙茨谈判，给他送来一个监听器，交代他安装在弗兰肯的办公室里。彼时人们正好在布置大厅，爱丽丝趁着机会偷偷去了办公室，将监听器安装在画像的背后。出来时正好撞见了蒙茨，但蒙茨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问 Fährst du mit? Eigentlich muss ich nach Hause. 或许在这一刻，种族国家已不重要，只有两个战争创伤的人心心相依。爱丽丝借口回家拿衣服，回到组织，听着监听器那边传来的声音，爱丽丝怒火滔天。原来当初他们逃跑时被巡逻船撞见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安排的一场狙击。帮助他们逃跑的范亨和弗兰肯是一伙的，他负责挑选富裕的犹太人，把他们送上船后，弗兰肯就会带人来狙击他们，抢走他们的财物。爱丽丝气得想直接去干掉范亨和弗兰肯，却被领导拒绝了，因为他想要保全自己的儿子。失望的爱丽丝想要离开，却被汉斯拉住了。汉斯通过刚刚范亨和弗兰肯的对话，推测范亨即将隐退，便提出帮爱丽丝去悄悄干掉范亨。他们在街头找到了男人，汉斯掏出迷药想要迷晕对方，却不料范亨猛地一撞汉斯，快步跑开，几人就在街头开展了枪战。最后范亨寡不敌众，被汉斯他们打落在河道中。这下动静闹大了，弗兰肯知道自己的摇钱树没了。大发雷霆拒绝了律师谈判，要枪决手上的俘虏。组织领导大发雷霆，一窝人乱成一团。这时律师送来了保安部办公室的建筑图纸，提议说要劫狱。几天后，领导又弄来了通行证和钥匙，一场大战即将开始。但就在这时，蒙茨对爱丽丝发起了难。床尾的女人脱下衣服，床上的男人慢慢竖起了小旗子。蒙茨将枪抵上了爱丽丝，他不是傻子。爱丽丝第一天上班，弗兰肯的间谍就没了。此时此刻，蒙茨第一次解开了爱丽丝犹太人的身份，质问他到底想要做什么。爱丽丝看着蒙茨，一脸可怜兮兮。Oder du erzählst mir jetzt alles. Wenn du die Pistole weglegst und mich küsst. 雷厉风行的蒙茨此刻却很无奈，竟真的吻了上去。他从来都不好战，甚至厌恶战争，所以之前会帮律师阻止弗兰肯的杀戮。爱丽丝说出了一部分事情，但蒙茨没有揭发他。第二天，他带着将军来到弗兰肯办公室，据发弗兰肯抢劫谋杀犹太妇人，私自占有犹太人的财产，要求弗兰肯打开保险箱检查。Und da oben? 但里面除了文件和一瓶庆功酒，其他什么也没有。见没有财物，将军便打算离开了。下一秒，弗兰肯叫住了他。Münze verhandelt mit Terroristen. Auch nicht für den Mord an Van Rijn. 面对将军如炬的目光，蒙茨解释说，如果他们停止了追究，那么对方就会停止战斗，但这终究违反了上级的命令。蒙茨最后被带走了。当天晚上便是组织去劫狱的日子，律师弄来了地图，其他人又弄来通行证和钥匙。爱丽丝姗姗来迟时，队友们正整装待发。Oh ja? Münzen ook of ik doe niet mee? Zit die lul jou zo hoog? Ja. Neem me mee. 在过去的相处中，他早已经爱上了蒙茨。这一晚，部队里有一场晚会，爱丽丝穿着红裙摇曳生姿，趁人们不注意时，爱丽丝打开了一道暗门，随后又迅速回到厕所，把弄脏的脚放到马桶里洗。做完这一切准备后，他才走到会场里。此时汉斯已带人进来，并摸到了关押俘虏的地方。最开始他们很顺利就找到了队友，并将他们从牢房里捞出来。可谁也没想到，最后几间牢房里是德国士兵。原来他们的行动早被暴露，地面上的聚会里歌舞升平，地面下的牢房里血流成河，人间炼狱。最后这一场劫狱行动，只有汉斯和另外一人逃了出去，而爱丽丝在晚会一结束，便被弗兰肯请到了办公室。Du hast hervorragende Arbeit geleistet. Das ist doch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den Führer tut man, was man kann. 爱丽丝不明所以还在演戏，殊不知弗兰肯早就发现了监听器，他让人捂住爱丽丝的嘴巴，并自导自演了一场戏。这下组织里的人都以为爱丽丝叛变了，只有汉斯觉得事实不是这样。爱丽丝有苦说不出，很快就被绑了，扔到牢房里。她仍旧身着红裙，却不再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
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当初律师对他的劝告。只是这一次叛徒又是谁呢？弗兰肯送走了蒙茨和爱丽丝，愈发的猖狂，在大厅里寻欢作乐。只是他没发现女人给旁人递了个眼色，那是蒙茨的手下，趁他们迷乱时下到监狱，放走了蒙茨和爱丽丝，两人开始逃难的生活。一直到有一天，广播里传来战争结束的消息，两人都有些恍然。Es ist vorbei, mein Schatz. Der Krieg ist aus. Hätte ich nie gedacht. Angst vor der Befreiung zu haben. 蒙茨和爱丽丝回到了人群中，他们径直去了律师家。在过往无数次的回忆复盘当中，他们认定律师是那次伏击的幕后黑手，因为那些被杀害的犹太妇人都和律师有关系。只要人一死，律师就能偷走他们委托的财宝，也是律师提出要去劫狱的。律师否认了他们的猜想，并拿出了一个黑皮书，说真相就在这里。这时响起敲门声，律师去开门，却没想迎来的是死亡。蒙茨追着那人狂奔出去，结果在大街上被人看到，直接被抓起来。屋子里的爱丽丝也只来得及拿走律师的黑皮书，就被人发现抓了起来。蒙茨被捕后很快就被执行死刑，而爱丽丝被送往集中营，百般凌辱。人们要她脱去衣服，赤身裸体，要她像歌唱妓一样给自己唱歌。如果爱丽丝不服从，便是一顿胖揍，甚至往她身上浇粪。曾经誓死抵抗的人，如今却被人抛弃。最后是汉斯赶来救下了爱丽丝。战争结束后，他成了英雄，再加上本身医生的职业受人敬仰，汉斯把爱丽丝带回了家。从过去到现在，他始终是相信爱丽丝的，就像他始终爱着爱丽丝。从他们在火车上假装情侣那一刻起，但爱丽丝并不知道，还问汉斯蒙茨有没有被释放出来。汉斯坦白告诉他蒙茨死了。刹那间，爱丽丝泪流满面。汉斯站在他后面，看着他为别的男人悲伤，百般不是滋味。他拿出药品给爱丽丝注射了镇定剂，扶着她慢慢躺下。慢慢的，爱丽丝的眼睛变得模糊，她看着面前的汉斯，突然发觉一丝不对劲。随后她便看到了旁边的胰岛素，而注射过多胰岛素的话是会出问题的。汉斯不再隐藏自己。外面的民众在呼唤着汉斯，汉斯走去了阳台，而爱丽丝挣扎着爬起来抓过旁边的包。她知道注射过多胰岛素的话，吃巧克力可以缓解，而她的包里正好有一盒巧克力。就在汉斯还在享受民众们的敬仰时，爱丽丝晃晃悠悠地走出来。她爬起来奋力奔跑，而汉斯被热情的民众绊住，没能追上她。爱丽丝带着黑皮书找到了原来抵抗组织的领导，那上面记载了汉斯这些年来的罪行。1942年起，汉斯就开始帮助犹太人寻找避难所，但这些人谁都没有逃出，都是被诱骗到河流上，然后被屠杀和掠夺。1944年汉斯被捕，但3个月后就被弗兰肯无罪释放，因为他和弗兰肯做了交易，成为组织的叛徒。领导知道后怒火中烧。 Have you arrested him? No. He's gone. Moet je kijken. Dit is de jeep van Hans. Die lijkwagen die er stond is verdwenen. 带着爱丽丝追上想要逃跑的汉斯。此时汉斯伪装成尸体躺在棺材里，知道自己败露，想用金银珠宝买通爱丽丝。爱丽丝却置若罔闻，将棺材的螺丝一个一个拧紧。这一刻，她终于洗刷冤屈，为自己的家人爱人报了仇。Wat doen we met al dat geld? Van de doden. Hij is stil. Eindelijk. 后来爱丽丝回到故乡做了一名老师，她结婚生子，有了平静的生活。可生活真的平静吗？世界上的战争从未有一刻停歇过，
就像爱丽丝曾感叹的那一句：到底何时才是个头？但不得不说，那些像爱丽丝为了正义在不断抗争的人，就是一朵风雨中飘摇的郁金香，坚强却又不凡。